今天是我来到城子古村的第2天，一早上起来我就发现我车旁边有一个小集市，你看这边，他们好像是在赶集吧。早上起来就有一层薄雾笼罩在整个田野之间。城子古村一天里最好看的时候，就是清晨太阳出生的时候，因为绚丽的朝霞和土黄色的古民居互相辉映，雾气飘起在湖面上，田野浸润在清晨的光线里。田里劳作的村民，拉着水牛的老人，河边洗衣服的彝族女孩，悬挂在屋檐下的金黄色的玉米，这些都构成了这样一幅色彩艳丽的田园油画。今天也是个大晴天啊，天好蓝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是半斤。今天我和半斤来到了泸溪县永宁乡的城子古城。相传在很久以前，彝族的祖先来到了这里，他们便用一棵树的枝干建了24间土长房，然后就住了24家人。从此呢，彝族的祖先他们就在这里安定的生活下去，生生不息。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城子古城。而要进入到城子古城呢，我们是要经过这样子的石拱桥的。这样子的石拱桥有3座。过了这个石拱桥，进入了那个泥土墙门，我们才算是进入了这个城子古城。而在这个石拱桥的2边呢，是一大片水池。在我的左手边，大家可以看得到很大片的这个田野。这个田地呢，就是平时村民们劳作种菜的地方。这个村口的泥墙好有年代感啊！上面种满了仙人掌。看到一位大叔在这里打玉米粒，上来看看，看看大叔你是怎么弄的玉米粒？哦，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哦，方便。我在这里拍照。哇，打出好多金黄的玉米粒啊！哇，这个超级方便的，直接一根玉米塞进去，玉米粒全部出来之后就是一个玉米杆了。对，超级方便这个机器。哇，这是大丰收啊！家是哪里的？我是广东的。广东。广东过来的。广东过来的。和大爷聊天一番，我才知道，原来城子古村住着800到900户人家的。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搬到了县城，并且政府出资让村里的人搬迁到对面的新村，所以说古村住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就只有几十户的人住在这里了。这个村子的路，还有这些墙啊，都挺古朴的。哇，好多柿子啊！这柿子树上结满了柿子。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有这样子的阶梯，可以上到那个屋顶的，而且这样子的屋顶有很多个，相互连接在一起。来，伴你走上去。哎，哇，这里视野太开阔了，太美了！这里挂了好多玉米，还有南瓜。那一个圆锥形的东西，这里有2个，里面都是装玉米的。在停车场那里还有好几个这样子的大的竹竿垒成了一个桶。来，等你。哎，坐下来。哎，要说城子古村什么最特别的话，肯定要说当地的房子了。因为城子古村呢，正是因为这些特色的土长房而出名的。整个村落呢，它是坐落在海拔200多米高的一个飞凤坡上，有1000多间的这样子的土长房，相互连接在一起，重重叠叠，将数百家的人呢连接在一起了。这些土长房呢是相互连接的，如果你是在房子里面呢，上下是贯通，左右是相通的，所以说你从一个房子你能够走到另外一家房子的屋顶上，然后从这个屋顶呢可以进入到另外一个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土长房的屋顶呢，它是有3层结构的。第1层结构呢就是这样子的木头，第2层结构呢就是松针，然后第3层结构就是粘土，粘土里面还混有石块。这些原材料呢都是取自当地的，一个是耐腐蚀性比较强的木头，一个是粘性比较强的这个粘土。这样做呢有2个好处，一个是冬暖夏凉，
第二个就是防火性能特别好，因为他们这个屋顶呢都是带有粘土，然后墙壁呢也是这样子的泥土泥砖所砌成的，所以说防火性能特别的好。据有史记载来这里都没有经历过失火的，所以说这就映衬了这当地的这个结构是特别防火性能特别好。这些是当地的村民在屋顶上晾晒的玉米，你看现在他们在下面很忙碌的在那个收屋顶晾晒的玉米了。这个屋顶呢也是他们当做一个晾晒场的，就是村民呢会在上面晾干这个玉米，还有那个干辣椒，然后站在这个土长房的上边，你看视野特别的开阔，风景特别的好。那下边那绿油油的就是他们的菜地了，很大一片的菜地，平时村民就在上边种菜，在这里自给自足。当我们身处在这个土长房的屋顶上边呢，你会发现每家每户是相通的，从这一家的屋顶就可以下到下一家的庭院。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家的院子啊，现在在这里还可以继续下去，下到另外一家人的。这里也是个屋顶。现在我和半斤来到了将军地。这里呢是清代年间那个将军的一个府邸，就他居住的地方。土长房呢，它是彝族的民间建筑，从外观上看，它纯粹就是一个彝族的风格。但是走到里边一看，它内部的装饰还有结构又是汉族的，像这个屋顶上的八角飞檐，还有榫卯结构，这些呢都是汉族建筑的特色。这里的建筑为什么会呈现出汉族的建筑风格呢？那是因为后来随着汉族的官员的入驻，带来了大批的汉族群众迁入到了这里，才使得呢当地的建筑风格呢会呈现出彝汉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特点。走在这些古色古香的村落里边，感觉特别的棒啊！就在我行走在村落的巷道里的时候，来了一群小朋友，他们看到了半斤，主动走上来说要和半斤玩。那你是姐姐，他是弟弟。她是女的啊，她是女的啊。哦，她好你，她是妹妹。我只是鞋子掉了，鞋子掉了。又上来一踩。来，半斤坐下来。来，它不咬人的。它舌头很长。你们喜不喜欢半斤啊？喜欢。它很可爱，对不对？就是毛太长了。毛太长了哈。为什么不扭它去？它不咬你的，放心。为什么？你摸它头，它只是舔你，你看嘛。来，我们对着镜头坐起来，坐起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干了，为什么？来，坐下，坐下，对着镜头，我们拍个照片，来。我要比心。来，坐这里，坐这里，来。我要成这样的比。好了，倒计时，来，5、4、3、2、1，耶！比心。在许多古镇古村，巷道都是一个很值得逛的地方，因为在巷道里你会遇见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城子古村的巷道也不例外。走进村子里石头铺成的狭窄巷道，我的脚步自然会慢了下来。在两边挂满金色包谷的黄土墙的映衬下，小巷显得宁静而悠远。虽然现代交通都比较发达了，但是在小巷子里边仍然会遇上驮着货物的马匹从身边穿过，消失在小巷的深处。哇，这棵树上结满了柿子啊，好多柿子。那看到了吗？对面那一片笼罩在夕阳余晖当中的那一片村落，就是城子新村了。原本这个城子古村里面有大概800-900户的人家的，后来政府出于保护的目的，出资让当地的村民搬到了对面去。走吧，半斤，我们回去了。走进了这个城子古村，就像走进了一个硕大的迷宫一样。看上面层层叠叠的那种土长房，一间叠着一间。当地人称之为36间迷宫，就是因为他们宛如迷宫一样，让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城子古村是我目前到过的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少数民族村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古村落最原始的模样。这样一座古老、神秘而又美丽的城堡，竟然隐藏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宛如世外桃源一样清静而淳朴。如果大家要来这里，我建议你们花上1-2天的时间去体验和感受一下，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